求你了，少帅！大敌当前，放你回家，岂不动摇军心？少帅，子不长兵，少帅不可有夫人之。少帅！没了食指，你的右手就扣不了扳机，开不了枪的兵留着也没有用。滚！是少帅，谢少帅。元哥，放走你，岂不军心大乱？属下这是在替少帅分忧。好一个替我分忧！你知不知道，因为你，这个世上又少了一个儿子，多了一个无人奉养的母亲。少帅既然关心别人的母亲，却忘了自己作为人子的责任。这场仗我们要是输了，督军就会彻底被裴勋所取代，徐家家业也会彻底不保。用尸山血海保住的家业，不要也罢。少帅，这话不可再说。少帅，我现在就命令各部撤退。这场仗毫无意义，我不愿意我们徐家的兵做无谓的牺牲。我要带他们走。少帅，督军有令，除非他亲口下令，否则谁也无权让部队撤退。裴勋要置我们于死地，只有拼死一搏才有活路。虽然这次我们伤亡不少，但我相信裴勋那老家伙也损失惨重。总体来说，也算不辱使命。不辱使命。每一场仗都是两败俱伤，再打下去，还有什么意义？现在督军的位置已经保不住了，现在只有保住军队和地盘，才有东山再起的希望。这是决定徐家未来的生死之战。再这么打下去，不用别人来收我的兵权，我们的军队已经打光了。督军下的死命令，少帅难道要违抗军令吗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少帅，父亲，父亲，儿子不是故意违抗您的命令。什么都别说了，你能平安回来就好，啊，回来就好。我现在抄经诵经，无关于身轻，这心里呀也就平静了。真应了那句古话：“福兮祸所依，祸兮福所倚。”若不是经历了这场风波，我恐怕还睡不了一个安稳觉呢。来，儿子。咱们坐这儿。
父亲怎么突然信佛了？我们徐家能走到今日，也是做了不少孽。虽情非得已，但我这心中始终是有愧的。我每日诵经素食，以求忏悔，即便是得不到世人的原谅，也求个心安。父亲，您大半辈子都在争斗，殚精竭虑，夜不能寐。要是这次下野能让您回归平静，倒也是因祸得福啊。是啊，当我知道你被裴军围困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富贵权势都是过往云烟。如果能保我儿平安，别说这督军之位，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，我也愿意。父亲，你先早点歇息吧，我还得回房抄经呢。啊，哎，早点休息，啊。少帅，大帅怎么突然信佛了？父亲变了。也许他并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回来了。督军，前线2个师伤亡过半，回来的路上又逃走了1000多人，最后回到越城的不到3000人。罢了，人各有志，随他们去吧。是属下办事不力，还请督军责罚。我责罚你干什么呀？大势所趋，非你一人之力所能挽回的。起来吧。若不是你及时查到裴勋刺杀光耀的丑事，我们还不会这么快逼裴勋就范。你不但无错，而且有功。督军，我们这次一败涂地，罪魁祸首是他谭玄林。此人不除，我们永无宁日。接婉清和谭玄林的时候遇刺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少帅，你要的资料。徐远在吗？好几天没见着了。我们排查了穆家所有的下人，目前没有发现可疑的。看来只有婉清在外出的时候派人保护还是不够的，家里也不安全。让老夫挑几个靠谱的兵，进驻穆家，一定要保证婉清的安全。哦，对了，廖先生刚才来电话，他昨天已经从北京到达上海，就住在理查饭店。他说想约您抽空一起见个面。好，这次能扳倒徐伯君，多亏廖先生帮忙。你帮我告诉他，我处理完穆家的事，立马去找他。哦，还有，香港那边来电话，说是穆婉婷买了回上海的船票，并且胳膊上还缠了黑纱，应该是要回来奔丧。我答应过闵大成，会关照他。如果他真的只是回来奔丧的话，不必为难他。这次本来很有希望得手，谁知穆老板横插一杠。穆志远这把老骨头，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，所以他就一命换一命，想给穆婉清留个靠山。谭玄林这小子拿下了裴勋的委任状，又拿下了穆婉清，难不成这上海成了他一个人的天下？督军，您看我这次要不要亲自再去？不，
谭玄林一定要除掉，但不能由你出手。我现在辞官下野，闭门思过，就是为了挽回我们徐家的声誉，以图东山再起。如果你这次失手，裴勋肯定会拿来大做文章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那我们就眼看着，什么都不做。其实，还有一个人，是最不希望看到谭玄林得势的。把这封电报发出去。是。父亲，您看今天的报纸了吗？哦，正在看。没想到穆公遭此大劫。虽说穆远航之死是我无心之失，但是如今看到穆家人丁稀少，只靠一个孤女勉强支撑，我心中也是有愧呀。穆世伯早已将产业都交给了晚清打理，自己常居法源寺，每天吃斋念佛，与世无争。这个时候，谁会派人去刺杀他呀？穆公把持上海多年，得罪的人也不少。也许是有人找他算旧账，啊，这也说不定。父亲怎么会想起抄经文呢？我曾经对不起穆家，只想抄几篇经文，以求心安。山下先生，日本人。我刚才看徐远急匆匆的出门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我让徐远给山下先生发个电报。我们素来与日本人毫无往来，这个时候找山下纯一做什么？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如今裴勋把持北京政府，将我徐家的军队打入另册。这几天师长们接二连三地找我说军饷不能足额发放，我们跟穆家的关系已经破裂，不找个钱袋子傍身，这10几万的军队如何维系啊？所以父亲，您是打算和日本商会合作吗？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，能不能成，还两说呢。少帅，怎么了？这是今天的报纸。收拾一下，跟我去趟上海。还是督军料事如神啊！少帅看到穆晚清的消息，果然坐不住了。我这个儿子，看上去沉稳，骨子里却是个情种啊！夫人走了这么多年，您不是也一直没有续弦？少帅这也是随您啊。是啊，一转眼，他母亲已经走了10几年了。好在少帅现在能够独当一面，夫人的在天之灵知道了。
也会感到欣慰的。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机关算尽大半辈子，我都是为了他呀。这次谭玄林必死无疑。光耀以他上海督办的身份，只要他人在上海，调查的时候裴勋就不可能绕过他。光耀只有参与调查，才能够顺理成章地去接任上海司令，拿回上海，我徐家才能够东山再起。连个女人你都摆不平，你干什么吃的？属下实在没有想到，顾月霜宁愿死，都不肯反咬谭玄林一口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裴勋已经断定谭玄林无罪，这么好的机会，竟然未伤他分毫。督军，没事，老毛病了，这2天胸口老是喘不上气。督军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把事情办好。行了行了，你也不必过于自责了。但是我徐家还有一个筹码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少喝点，红尘，喝酒伤身啊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喝醉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喝酒了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这么浑浑噩噩、醉生梦死的活着，要不然下辈子我怎么有脸再见他？红尘，我也想改变自己啊！我真的努力了，但我还是护不住他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重新活一次，在下辈子遇到他之前，就活成他喜欢的样子。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要去广州，投奔革命。苏督军不会答应的。按照他们的路走下去，我们只能活得和他们一样。你想活得和他们一样吗？光耀，跟我一起去吧。抛开少帅的身份，为自己活一次。我也想为自己活一次，可是我有这个权利吗？人生在世，最难的就是身不由己。
到了广州，去司令部找廖先生，把信交给他，他会帮你安排。谭司令，谢谢你。没想到你还愿意帮我。双儿看到你能振作起来，他会很高兴的。哦，对了，帮我跟廖先生带个好。嗯，一定。不过，我去广州的事，还请替我保密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守口如瓶的。山水有相逢，我们会再见的。保重。光阳，多保重，去那边好好照顾自己。光阳，你真的不跟我走吗？行了，都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别在这儿待着，都走开！哎呀，行行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赶紧走，搞得这乌烟瘴气的，走开！起来，起来！谭四，去看看什么情况？别坐在这儿了，走吧。干什么呢？这位长官，长官，有何指示啊？谁规定的不能在火车站乞讨？我们司令部是没有这个规定，难不成是你定的？这里是火车站，他们在这儿要饭，太难看了吧？因为难看，你就要把他们给赶出去。你把他们赶出去，他们就有饭吃了吗？如果今天这里的任何一位因为被赶出去饿死了，你负责吗？是小的考虑不周，小的考虑不周。谢谢长官，哎呀，去买点吃的，给他们分了。好好好，也算我们一份。好了，大家跟我过来，这边。战火连年，最没选择的其实是他们。啊，让一下，别着急，都有，不要抢，不要着急，别抢，徐少帅买单，一个个都管够。都有，都管够。他是徐伯钧的儿子。是的，不过你怎么直呼我们大帅的名字呢？徐伯钧，他是凶手，他是个凶手。就是徐伯钧挑起了战争，就是个好人啊！我们不是你瞒的。大家冷静，别人冷静，大家冷静。别激动。你这辈子只能是他哥哥，因为你们徐家欠他一个哥哥。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他碍着你们什么了？找了他1个晚上，眼看着就要找着了，就差一步啊！对我来说，兄弟就是大事。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现在动用日本商会的力量置我于死地？而且，你更不知道10年前他是怎么在罗炳文手中胜出的，就是因为这个山下准一。山下先生，日本人。别扔了！徐光耀，你有什么资格说？穆婉清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跟你们徐家沾上关系，你自己不知道吗？穆志远在火车站遇刺，谁干的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，没有怀疑过吗？大家别扔了，别打了，冷静一下，冷静，大伙先听我说。
大家冷静一下。我是什么好人？我们不听。我是谭玄林。我说句公道话，徐督办一直在上海任职，越城督军府的所作所为跟他无关。大家都冷静一下，好吗？谁说没有关系啊？冷静，大家冷静，各位冷静一下。怎么会跟他没关系？我一共2个儿子，小儿子在裴督军手底下当兵，大儿子在徐伯军手下。我小儿子战死在战场上了，我的大儿子挂念我，想回家看看我，没想到就你们抓着了，活活给枪毙了呀！扣不了班旗，开不了枪的兵，留着也没用。是少帅。冷静，大家冷静一下。别扔了。你也是个孩子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行了，我们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，走吧，散了。你终于想清楚了。郭耀哥，山水有相逢，我们再见。保重。保重。这越城的天，就像那帮人的脸，啊，说变就变。不过挺好，这些天卧床养病，满屋子的中药味儿，这鼻子都是苦的，出来透透气，很好。大帅要是喜欢，属下以后每天都推您出来散散心。身边这些人呐，就你最忠心。当年若不是大帅从战场上把我救下来，又将我抚养长大，哪有我的今天？有光耀的消息吗？啊，有人看见少帅在火车站跟苏少帅一起上了去广州的火车。大帅不用着急，我这就派人去暗中打探，一定查到少帅在广州的下落。
一定是谭玄林，肯定是谭玄林牵的线。他把我搞下野还不够，他还想让我失去我唯一的儿子，这新仇旧恨，我要跟他一起算。听说这个谭玄林主动向北京请缨，出任江城的镇守使，还带着谭家军回了江城，又把上海司令的位置让给了吴相应。也不知道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卖的什么药？能够做这样赔本的买卖，谋事者大。大帅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统治江城那位，用他的时候到了。都知道今天是你上任，怎么都没有人出来接啊？不好说。谭家老二真的辞了上海司令，回江城当镇守使？啊，北京的委任状他已经拿到手了，想必这个时候已经在城门口了。都10年没回来过了，这个时候跳出来横插一杠，真是不识相。不要再说了。这10年，谭子杰就是个甩手掌柜的，里里外外都是你在撑着。现在好不容易熬到他死了，居然跳出来谭家老二，难道那个毛小子还想压在你头上不成？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不要再说了。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就是从上海来的谭司令吧？您就是陈少武师长吗？正是鄙人。想必谭司令知道，镇守江城一直是我的职责。我子杰叔一直身体不好，所以一直由您代劳，麻烦您了。现在好了，我接任江城镇守使，您也就做好分内之事就好了。哼，我分内之事就是保江城的平安。谭司令此番走马上任，带了这么多来路不明的人，是我恐难从命。我的这些兵都是谭家的老兵，并非来路不明，他们每一个人的渊源都比您深厚得多。我只想带他们回家而已。回家？他们的番号是什么？据我所知，他们只不过是上海一个商会的民团罢了，连个军人都不是。谭司令，把这些人带回来，不太合适吧？陈师长，你是故意为难我吗？谭司令是北京政府任命的镇守使，走马上任，别人自然很欢迎。可带来的这些私兵，我不能接受。好，既然我接任了江城镇守使，那我命令你备好营房，备好军饷，把我的兄弟们迎进城。
陈师长，这是要违抗军令吗？进城！欢迎新任江城镇守使。队长，来，砰！想到以前了。我爹死后，谭家军就被罗炳文撤销了番号，这江城又归入了徐伯钧的地盘。有家不能回啊，一直漂泊在流浪。但是现在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回来了。只不过这一切都变了。我明白。我刚回上海的时候，走进木公馆那一刻，也是这样的感受。明明是自己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却恍如隔世。来，粒粒皆辛苦。我是回来了，可是人都不在了，真闹心啊！你还有我啊！是啊，还有你，以后还会有我们的孩子。会在这里玩耍，如果你喜欢，我们可以多生几个，生他一个排怎么样？你想累死我啊！司令，司令，有一名叫刘富的师长求见。刘富，刘叔，快请他进来。好。我们进城的时候，那个陈少武并不欢迎我们。这时候，这个刘师长来干嘛？这个刘富是我爹的老部下了。当时我们在当马匪的时候，他就一直是我爹的左膀右臂。小的时候，我还跟他一起学过骑马呢。但这10年没见了，难免不是一条心。今天这个陈少武，摆明了就是要和我翻脸的。我想要坐稳这个位置，就必须要得到这些老师长的支持。在这里面，我认识的只有这个刘叔了。可他靠得住吗？但我想赌一把。二少爷，刘叔，哎呀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当年你离开江城的时候，还是个10来岁的半大小子，现在已经长成了威名赫赫的一方镇守使了。刘叔，你也没变。来，快请坐。哪儿没变呢？我都老了。刘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，穆婉清。刘叔好。这姑娘的气派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啊。要是你爹你娘看到了，不知道得有多高兴了。
嗯。六叔，这10年来，我一直没有回来祭拜过，我太不孝了。哎，这不能怪你。你一个人也够不容易的，每年清明的时候，这香烛供果，我都替你记着呢。你爹娘不会怪你的。多谢六叔。哦，对了，今天你进城的时候，姓陈的，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？陈师长这些年来一直代理军务，劳苦功高。如果我不回来，这江城镇守使他是不二人选。他心有怨言，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。有件事儿，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呀？六叔，有什么话您直说。我怀疑你紫结树不是病死的。少武兄，啊，刘福兄，你不是在家养病吗？啊，两耳不闻窗外事吗？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？身体好吧？啊，好了。来来，有话坐下说。好嘞。哎，喝水。哎呀，少武兄，我来是替谭司令递个话来。哼，这谭司令进城不过2个时辰，你就来替他做说客了？我知道，你心里并不痛快，但说句公道话，我可是谭家的老人儿，也是看着二少爷从小长大的，他可不是个记仇的人。你呀，只要给他服个软，往后守点本分，他绝对不会难为你的。哼，谭司令来到江城做镇守使，那是奉了上级的命令，我无话可说。可他带了一些私兵，这不符合规矩呀。那不是情况特殊吗？要不是当年他们被取消了番号，他们就是江城的兵。更何况，现在江城有5万多人马，多2000多人，这军饷挤一挤也就出来了。那干嘛弄得这么难看呢？咱规矩是得讲，但人情不是也得顾着吗？哼，好，看在你刘福兄的面子上，这事儿过去了。得嘞。但是少武兄啊，你怎么得有点姿态吧？好，今天晚上啊，就在我这宅子里宴请谭司令。哎，我们都是粗人，喝顿酒，这事儿就结了，行吗？真的要去啊？明明知道是鸿门宴，他敢害你叔叔，未必不会害你。放心吧，他不是我对手。现在了还逞威风，江城的情况可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我知道，但你男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放心吧。各位同僚，谭司令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。谭司令当年在上海当过司令，这次回到江城这个小地方坐镇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大家听令，让我们一起敬谭司令一杯。啊，从今以后，只要谭司令一声令下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哎，各位，稍安勿躁，听我说一句。陈师长，哎，您这么说可是太客气了，谭某羞愧难当。
今天是家宴，咱们抛开所有的官职，在座的各位大部分是我的前辈，是长辈，我敬大家，来，干了！敬坛司令，敬坛司令。请坐，敬。烟酒不分家啊！来，抽一个。哈德门好烟。哎呦，你看，这酒劲这么大，我都晕乎了。这是老家的小烧，你可能在外面时间长了。先点上。好烟，舒坦。大帅，江城来电，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谭玄龄没有发现。他能死在江城，也算是落叶归根了。陈师长啊，你说我这怎么还有点胸闷，头还有点晕呢？各位兄弟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是这儿来太嘈杂了，要不咱们出去透透气？好啊，请请，走走。来，哎呀，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呼吸不上来了。谭司令喝多了，在外边透透气，啊！陈师长，你给我的可是索命烟呢。烟酒不分家，谭司令，来一根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呀。谭司令，大家诚心诚意来为你接风，
你倒好，2条人命，你眼都不眨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对呀，就是太乱了。陈少武为了一己私欲，谋害前镇守使谭子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可能啊！怎么到底是什么情况？诸位，前镇守使谭子杰在泡温泉的时候心脏病突发，溺水而亡。心脏病？怎么会这样？这是。他在死亡之前抽的正是陈少武给他的哈德门香烟。之后，我们对烟头进行了化验，发现香烟当中含有高浓度的洋地黄，这个洋地黄可以使人的心脏骤停。刚刚陈少武如法炮制，给谭司令抽了同样的香烟。这个人怎么这么阴险呢？这是丧心病狂，真是丧心病狂！死有余辜，太恶毒了！陈少武为了把持军权，谋杀长官，实属丧心病狂。对，这种人就是该死，该死，该死！什么东西？就是该死！哎，你说，这新任的镇守使带着新兵到咱们江城来，这不明显的改朝换代吗？那咱们前程怎么办？还要什么前程？你没听说淮南镇守使都被革命军抓了吗？这江城啊，早晚朝夕不保，革命军一来准完蛋。我说你俩就稍高兴吧，我们这些在陈少武部下的，回头还不知道被怎么处理呢。这谭司令据说是陪都军的人，你说那个徐督军把税收到几10年后，他该不会不承认吧？哎，新官上任，咱们肯定又得扒层皮啊！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各位乡亲，我是谭司令的家眷，我替他向你们保证，再也不会苛捐杂税。谭夫人，此话可当真？当真？当真。当真。兵的事情谭司令管，钱的事情我能说上话。这就好，那就好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这回有希望了。是。请，请。各位江城军界同仁，各位守卫江城、劳苦功高的兄弟们，大家都知道，今日江城局势危急，又遭逢变故，军中无帅，人心惶惶。但所幸的是，谭家军后人谭司令心系家乡，挺身而出，他放弃上海司令之位，主动请缨，出任江城镇守使。这实属我江城百姓之福，也是我等之大幸。下面欢迎江城新任镇守使谭玄林长官为大家讲话。离家多年，各位认识我的人可能不多，不过没关系。你们应该听说过，自民国新造以来，最年轻的上海王谭司令，不仅敢从越城督军徐伯钧的嘴里抢肉吃，还让他下了瘾。没错，我就是那个上海王谭玄林。我这次回江城出任镇守使，是我自愿的。江城现在正处于两军交战的前沿，革命军一直想要攻占这个长江北岸的水都要冲，而北京政府呢，却一直在观望。只要我们作战不利，他们就会随时派人接管我们，甚至兵戈相向。
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们江城现在的处境：四面楚歌。这个局势确实不好啊。所以，江城何去何从，不仅关系到我，也关系到现场的每一位的生死存亡。我回来不是为了争权，也不是为了名利，只是想为江城找一条出路，更是为了你们找一条活路。古人云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”现在革命军就在对岸，即便我们埋了水雷，关了城门，可又能坚持多久呢？这10几年来，无论是罗督军、徐督军还是裴督军，又有哪一位真正把江城百姓的安危放在心上呢？江城对他们来说，只不过是隔开战火的屏障，一个随时可以抛弃的筹码。所以，作为江城镇守使，我在此宣布：江城拥护革命。这都是自己人，怎么会打起来呢？这干什么？这都大家不要怕，我是上海华商总会的会长穆婉清，我愿意跟谭司令来到江城，就是因为军阀之战实在令我们苦不堪言，税收到了几10年后，大家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上。拥护革命对我们来说完全是百利而无一害啊！对呀，你这么说我们就放心了。所以请大家相信我们。我们相信你，相信你，无情有为，相信你啊！对呀，可以，相信你。拥护革命是我的决定，但是人各有志，我绝不强求。现在，愿意跟随我的，我把你们当兄弟；不愿意跟随我的，我也不会挽留。我数5个数，现在愿意跟随我的，把枪放下。5。4、3、2、1。都是血里火里滚出来的，自然不一样。谢谢刘叔。好了，现在留下来的都是我的兄弟，有仗一起打，有肉咱们一起吃。守住江城，人在城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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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少帅，怎么又忘了？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！是啊，昨天淮南那一仗真的是太过瘾了。你瞧那淮南镇守使啊，连裤子都还没穿上就被我们逮在床上，这叫一个快准狠。那个镇守使啊，是前清的巡防营管带，手下的兵都是些兵油子，平常只顾着捞钱、疏于管理，当然不是我们的对手。那是。是啊，那好像是孙洪琛啊。
我在广州都听说了，大家都说你不愧是当年保定军校的神童。首战告捷，不费一兵一卒就活捉了淮南镇守使，我都觉得脸上有光。别说了，都是一群老弱残兵罢了，胜之不武，胜之不武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算是好好的露了一回脸，让广州那帮家伙见见你的本事。不说这个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在前线吗？我来给你带个好消息。他果然走出这一步了。原来啊，我是横竖都瞧这个谭玄龄不上眼。现在想想，他才是真正做大事的人。悄无声息，兵不血刃就拿下了水陆要冲，不服不行啊！这个事情未免也太顺利了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安呢？你是不是担心你父亲啊？江城，毕竟也是我父亲曾经的管辖范围。虽说我父亲下野了，但一点动静也没有，这说不过去啊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也许你音讯全无，你父亲已经没有心思再考虑这些了。不，你可能不了解我父亲，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哼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在上海的时候，谭雪林就和革命党有勾结，可惜呀，让他蒙混过关了。这次裴勋可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推举的江城镇守使刚刚上任就叛变了。哼，裴勋他难辞其咎。是，好在我们在江城早就已经做了部署，就等着谭玄林自投罗网了。他以为搞定了陈少武就万事大吉，殊不知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大帅，给江城那位发电报，让他可以开始收网了。